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Vanc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我工作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大学生啦，或者是年轻人，那他们常常都会跟我谈到在约会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美国人的爱情观跟你想的不一样哦，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呢，一开始还是一样要先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只要是跟心理相关的议题，我们都会在这里讨论哦。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还有追踪哦，不要忘记了。那我们对于美国人的爱情观，你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想说，哦，美国人就是比较开放啊，但是所谓的开放又是什么呢？他们的爱情观又跟我们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首先呢，我觉得第一，约会的时候，我觉得亚洲人相对都比较保守一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聊聊天啊，传简讯啊，然后会很暧昧啊，那可能我们就会开始出去约会，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应该我们就是要固定下来，要约会，然后就会变成男女朋友了。Not the case。在美国人的眼里呢，其实他跟你聊天是聊天一回事，他可以同时跟很多人聊天暧昧，这是没有所谓的一件事情。而且就算他跟你出去约会，我们还是会有第一个阶段叫做 casual dating， 就是很随性的约会，那就只是试试看我们两个人就是出去的时候合不合，包括我们喜不喜欢吃同样类似的食物啦，又或者是我们在吃东西上面，你会不会嘴巴闭起来，我会不会介意这些东西，或者是你吃的东西我会很讨厌，或者是我们对于吃东西的习惯有没有相符合，又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话聊，我们在见面的时候会不会很尴尬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在第一个阶段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casual dating，You can do anything that you want。 所以呢，很多女孩子其实就会来我们诊所跟我谈这件事情，就是对他们来说会很困惑。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么亲密了，我们又牵手又拥抱又亲吻，甚至有些人还上床了，然后结果什么都不是吗？ Yeah, unfortunately， 不代表什么，就是不代表你做的这些就代表你们是男女朋友。所以呢，这点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挫折的。那他们在他们眼中是什么呢？就是你只是在试着看看你们适不适合，到了下一个阶段，也就是他们还会正式的跟你讨论 So what's going on？ 就是我们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个时候当我们真的有去谈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真的说 OK， 我们是正式的交往，是我们是 exclusive， 代表我只有跟你约会了，我没有跟其他人约会。还有包括我们会不会称彼此是 boyfriend or girlfriends， 不要忘记了在美国我们还有不同的性别认同、性别倾向，所以有可能我们并不会叫 girlfriend or boyfriend， 我们可能是会说 partner 之类的。那就是依照自己的习惯或者是自己的喜好偏好来去跟你的另外一半讨论。所以我们下一个阶段就会变成是比较 serious relationship， 就是 commit relationship， 就是承诺我只跟你这个人交往。越来越少人会这么做，但是还是有，就大概提一下，就是所谓的 committed relationship 呢，就是有些人呢可能不是给彼此一个结婚戒，而是一个像是定情戒，就是我们一起带对戒这样子，代表说我们两个人是真的很认真的这样子的交往，那是到一个非常就是 committed relationship 的一个状态。现在比较少，但是在之前就是 millennial 的阶段的时候，还蛮多人会这样做的。Then the next， 在美国人的文化里头，约会到一个阶段之后呢，搬去一起住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就是这不是应该是就代表说我们接下来就要结婚什么之类吗？But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就是你们已经是很认真的交往了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大约1年到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会开始考虑，我们是不是要就是搬去谁家住，是我搬到你家，或者你搬到我家，又或者是我们另外租一个地方一起住，这其实是还蛮常见的。但是相对也就是会很多头大的地方，就是分手的时候就有人要搬走。It doesn't mean anything， 就是我觉得美国人在约会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随性，就是他不会想这么多，也没有这么多的一定要怎么样的一个规范，其实是比较多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经验，然后先去体验生活之后再来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适不适合，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这样。所以呢，在这里头就其实很多人会感觉到非常的困惑，也感觉到很受伤。
那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心态要先了解，就是每一个人的状态不太一样。如果我们今天一直都觉得说，可是你一直跟我传简讯，不就是代表你喜欢我，不就是代表我们应该是 exclusive 吗？那这样其实你就很容易让自己陷入一个就是期待落差的一个失望感。又或者是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把话讲清楚，那可能对方其实还在一个 casual dating 的阶段，可是你已经就是觉得我已经很认真的把你当成我的另外一半，就是认真交往的另外一半，可是对方并没有这样子觉得呀，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失望。所以呢，我觉得在美国我所看到的经验到还有工作上所遇到，我觉得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现在自己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能不能够接受像这样子的一个约会的文化？那如果你不行的话，你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游戏规则说清楚，让对方知道说，我是一个这样子，我期待的是这样。 For example， 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又或者是他们的状态已经是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现在只想要以结婚为前提的人来交往。如果你只是想要玩一玩，有一个就是 companionship， 就是我们只是彼此陪伴，我们没有所谓的承诺，没有所谓的一定要结婚，一定要走到什么样的开花结果的一个阶段，我们只是要彼此陪伴的，那也许我们就不适合。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游戏规则、自己的界限、自己的状态理清楚，然后适当的去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其实就会减少很多的误会跟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挫折跟失望。那当然啦，我们现在人呢也有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 open relationship。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有听过这个词，但是不是很清楚。所谓的 open relationship 呢，就是指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一段时间呢，但是你们觉得也许我们彼此都认同，就是我的另外一半没有办法满足我所有的需求，然后我希望能够在某一个部分、某一些事情上呢，向外寻求另外一部分需求的满足，我们彼此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协议，那我们就彼此共同约定好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前提是来自于我们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依附，我们在这段关系里头有很深的一个安全感。但是相对的，你在这里头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对于所谓的另外一半有没有可能就从此爱上别人或等等之类的那些不安全感，而这些不安全感其实是来自于自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些不安全感在作祟了，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自己要去 work on， 就是自己要去面对、自己要去解决的部分，那不是别人可以来帮你的。那在所谓的一些 open relationship 的一些伴侣身上，其实他们期待的是觉得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可以有更完整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可以在别的人身上去寻求我所期待的一些需求的满足。有些伴侣在我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些呢可能还是在 try and error 的状态，他们就可能会跟对方谈，有些人呢可能就不会谈。It depends on your relationship， 但大部分人其实是知道的。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heterosexual， 就是不管任何的性倾向，你是异性恋、同性恋都可以，或者双性恋。另外一种呢，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可能有其中一个是类似说像双性恋啦，又或者是就是我们可以有第三个人，就是例如说像我可以有男朋友，然后我也可以有女朋友，我的男朋友可以跟我的女朋友，他们也是一对，也就是三个人一起。他们其实这样子的关系并不是很常见，我必须先说，然后这个跟所谓的一夫多妻制也不一样，因为所谓一夫多妻制其实是丈夫或者是男方跟两个女方，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三角关系里头呢，其实是男女、女男都有，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他们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爱恋的情愫，然后男生、女生或者是甲女、乙女都可以，又或者是反过来甲男、乙男都有。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来去接纳，就是我们